乌布以前只是巴厘岛的一个小村庄，现在的规模越来越大。这里有美丽的自然风光，成片的稻田。这里的绘画、木雕、传统舞蹈都非常有名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，乌布的名字就在西方艺术界广为流传，直到今天，仍然经常有艺术家从世界各地来到乌布寻找创作灵感。上期视频带着大家走了几个景点，今天继续带大家去这里非常有特色的圣泉寺，还有美丽的瀑布。尤其是巴厘岛的瀑布，虽然名气不大，但是非常有特色，很值得过来玩一玩。圣泉寺，哇，好多哎！现在来到了圣泉寺，这里有门票5万和人民币20多。圣泉寺是巴厘岛的3大神庙之一，和其他寺庙不同，非常值得来看一看。一起走进圣泉寺，看看有什么不同。寺庙里像个大花园。这个圣泉寺是非常著名的寺庙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进入寺庙，每个人都需要裹一个沙龙进去。寺庙的规模非常宏大，从此处可以看到巴厘岛庙宇的所有特点。可以说圣泉寺是几乎来巴厘岛的观光客必到的地方。这个寺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62年。圣泉寺顾名思义，这里有一口圣泉。据说这里的圣泉永远都是非常清澈的，而且很具有疗效。所以这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善男信女前来这里膜拜沐浴。这个圣泉寺就是根据地下的泉眼而建的，泉水不断地从泉眼涌出，通过20几个不同的出水口流入池中，其中每个出水口都代表着一种神明，所以流出的泉水功效也各不相同，有的可以消灾解惑，有的可以驱逐病痛，有的可以洗涤心灵。据说附近的居民每天早中晚3次都会来此沐浴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也都会在这里脱了衣服来一场沐浴。每个泉眼口都排着队。看看今天来此沐浴的游客还真不少。来看一看他们沐浴的流程。这每个泉眼口的功效可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泉眼。都在安静的排队。来看看这位来自欧美的美女是怎么沐浴的。先来看看前一位。先洗把脸，然后把头埋入流出的水中洗礼。一定要把头埋入流出的水中。轮到这位美女了，感觉非常的虔诚，完全把头埋入流出的水中了。停留片刻，又进行了第2次。感觉这位美女非常虔诚，进行了第3次的洗礼。不过我个人还是有点可惜的，因为刚刚退烧，没有去冒险做这个洗礼。虽然说在这里沐浴是可以祛病消灾的，但是还是没有冒险。这个泉水是非常干净清澈的，所以如果下次来圣泉寺，一定要大胆在这里做一次沐浴。
在这里洗礼之后，还可以在寺中的祭司的带领下敬拜神明。圣泉寺里的环境非常优美，很值得在这里多逛一逛，休息一下。寺庙里的锦鲤池，很多的锦鲤。看看这些锦鲤，后面还有几座小型的寺庙。穿过后面这个善恶门，来到了这里的泉眼喷涌之处。看这个泉眼，像一个硕大的黑牡丹，池底遍布着黑色的细沙，泉水喷出的时候，水涌沙舞。感觉这个圣泉寺的体验还是比较独特的，和海神庙的感觉完全不同，很值得来逛一逛。本来原计划还想去乌布皇宫，还有圣猴森林公园，不过时间比较赶，司机建议取消1-2个。于是在猴森林和瀑布之间，我选择了瀑布。很多来巴厘岛的人都会来这里的水上做一次漂流，我也是因为身体原因放弃了漂流，所以特意选择了这个瀑布来做一次观光旅行。巴厘岛有好几个瀑布，有的瀑布非常小众，没什么人。我到的这个瀑布属于人气比较旺的。没想到这个瀑布门票只有2万，不到人民币10块钱，应该是巴厘岛最大的一个瀑布。司机和我介绍说这个瀑布还是比较漂亮的，我给他看了我在国内拍的一些大瀑布。这个司机看到中国的瀑布只说太漂亮了，所以起初我对这个瀑布也没有抱什么比较高的期望值，就是想逛一逛。但没想到这个瀑布还是给了我不小的惊喜。我后来也明白了，这么一个不大的瀑布竟然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。首先要从山顶走到这个峡谷之中，瀑布从上游喷涌而下，整个峡谷的风光还挺美的。旁边还有一个玻璃桥，应该是单独收费的。现在往瀑布的脚下走去。这个瀑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走到瀑布跟前，而一般国内开放的瀑布都不让走到瀑布跟前。有一些搭建的小木桥可以走到瀑布前面，飞溅的浪花形成了彩虹。不少人走进了彩虹之中。瀑布下面非常的凉爽。可以趟过这条河，走到河的对岸。震耳欲聋的瀑布声。河的对岸有很多的娱乐设施，这是个河边的秋千。瀑布旁边还有个栈道可以爬上去。
不过从这里上去也是收一点门票，不到10块钱人民币。我个人建议一定要花这个10块钱的门票，因为上面别有洞天。在这个地方拍照打卡也非常的漂亮。继续往上爬，这个悬崖不是很高，爬几分钟就到了。不光可以爬到瀑布的顶端，最主要的是上面有一个悬崖餐厅，就是穿过这个巨型雕刻的门。上面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悬崖俱乐部。其实刚进景区的门口也有一个悬崖餐厅，但是不如这个漂亮。感觉这里是对外开放的，有一个不大的悬崖泳池。这里的消费也不高，完全可以在这里吃一吃下午茶，喝点饮料。而且这里也有大秋千，感觉景色更美一些。背景是大瀑布，找个悬崖边的观景位置，喝杯饮料休息一下。是不是环境非常美？看一看旁边的美女荡秋千。其实乌布可玩的地方非常多，完全值得住2、3天。这里的民宿也别具特色，很有艺术气息，街头巷尾都处处散发着艺术感觉。这里有成片的稻田稻香，荡一荡秋千会留下特别深的印象。这里还有闻名世界的漂流，还有特别多的网红打卡地。所以如果下次来巴厘岛，一定要到乌布住几天。我这次在巴厘岛前前后后只待了10几天，还是感到意犹未尽。准备离开巴厘岛了，下一站前往爪哇岛，一路沿着泗水、日惹到雅加达。请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的印尼之旅。